Hi. Hello. Azam, right? Yes, two Azam? location. Yeah, can I confirm? 我当私造车司机已经7年了。我4点下午开始做工，做到凌晨4点，那个都要12个小时，最迟就是做到5点多了，真的是不能够再做了。你再做下去真的是好累。以前有做白天的，可是感觉白天的人他们就比较严肃，不知道为什么比较凶。晚上的人他们好像可能要出去 party 啊、喝酒啊、找朋友聊天啊、聚一聚。这些人他们感觉上他们的心情都很开心，你知道，放工一条龙那种感觉。所以我觉得他们比较开心哦。你开心啊，我也会比较没有这么压力。我最怕遇到乘客吐。吐的话，你多少？准备 plastic 给他们呢。吃饭是的。好的，来，驾车尽量给他们一个比较 smooth 的 journey， 不要加太快，也不要太多 break， 然后拿 plastic bag 给他们。乘客是 OK 的。如果他们真的要吐的话，他们睡着或者是什么的话，他们这样吐，它不会影响到我做生意。Stadium 有没有 concert 啊 ？Stadium 有没有 jam 啊？有没有人可以跟我讲啊？其实你讲寂寞哦，真的是会的。可是要是你有很多人呢，就是在群里啊，哎，你讲一句，我讲一句，你听一下，他听一下，他逗一下，你讲着笑一下，哎，其实他时间就很容易过，你就不会觉得，哎，这么辛苦了。死人了哦，怎么办？我们都会约出来一起吃饭了。休息过后，after that 我们又再开始啊。我看认识应该是有30年了吧，在咖啡店有时候碰到司机啊，都会聊上几句。那时候我跟我朋友看到他，稀有动物女司机，所以我们会好像说多聊一下。过后我们还邀请他说参加我们的工会。一般上人们的想法就是女司机驾驶技术会比较差，其实不然了，而且特别是他，我是觉得说还是走 night shift 的那种，哇，其实不简单，所以应该给他们多一点照顾跟支持了。我带你们来这边是我们的 Marina South Pier。这里你看一下不美吗？我就觉得蛮美的。晚上的时候我觉得蛮舒服，吹吹风，看一下我们的夜景。其实说你心情也是会平静一点。夜晚我常来啊。如果你要讲上夜区的话，这个地方我也是跑不掉的。在这里减了很多斤啊，我就觉得这里的生意都不错的。我也有一些顾客，他们也会觉得。特别安全。其实我讲，新加坡的治安真的是非常安全的，真的。你问我怕不怕？其实我不感觉，真的有一点点的怕。头头进来的时候，载着乘客，然后可能他这里没有夜灯。不知道是心理作用还是什么，就感觉有点毛骨悚然这样。要注意一下有没有一些 obstacle 在路上，可能等下你走过的时候，不小心走过的时候危险吗？如果晚上开车，你就要注意一下有没有一些行人过马路啊，有没有一些脚踏车，那些驾车比较快的一些司机啊，晚上到了越迟就越多了。如果他们真的要驾驶快的话，他们都是会用那些 right lane。我通常都是，如果差不多到了10点半过后，我通常都是用第2或者是第3条 lane 了。偶尔你会看到一些车，他们不知道是喝醉还是什么，他们车走会摇晃的那种啊，你也是尽量避免啊，不要走在他的旁边后面，
尽量离他远一点。你在路上做工的话，觉得是有一点辛苦的，可是久而久之，我也不知道在什么时候就觉得已经是习惯了，其实还蛮开心的。星期五到星期天是晚班司机载客的高峰时段，美兰会拉长这3天的工作时间，一天开足12个小时，然后星期一、星期二好好休息2天。拜五、拜六、礼拜我们大战300回合之后啊，其实拜一你休息啊，你补充先力是 OK 的。他拜一的乘客我觉得也是比较少了，钱赚不完了，休息啊，休息真的是要走比较长远的路。以前我有经营自己的 event 的公司，可是在一个阶段的时候做得不太顺利的时候，就有一个朋友就问我要不要做私造车司机，做着头是抱着一个没有太过认真的看法去做这样，可是做着做着我就做到今天了。现在的人生目标就是存一笔钱啊，给自己退休，开心的那种安享晚年。郭永辉刚加入私照车平台，今天他会上个迎新课程，向经验老道的前輩司機學習。There's a checklist that I'll go through, and after that, you can ask me question after I finish it. 我当导师已经2年了，那么我教的新的司机应该有超过100个。我觉得这个是蛮有意义的，然后给新的司机比较一点信心，不会这样紧张。Make sure that you maintain good service so that your ratings will not drop. Okay? 蔡长南有9年的私照车驾驶经验，乘客评级也高。他2年前受私照车平台邀请担任导师，定期指导新手司机。我觉得要做一个好的自造车司机，就是需要有自律，就是每天一定要懂得什么时间开车，什么时间休息。因为做老板的跟现在开车也是一样，你没有人管你。Normally, the driving time will be in the morning peak hours, from 6 to 10 o'clock. 我们在外面开车一定要很注意，就是说安全第一。很多时候意外都是出于我们不让，所以人家要走，让他们走吧。I think it's these two, maybe. 之前跟一些全职的师傅聊天嘛，他们就是跟我介绍这个平台，就是很好做，就是做的蛮开心的，所以自己也想尝试。Come in, I will explain to you. Okay, this is a new driver that's under training. That's why I'm here. 新加入的时候，他们就鼓励我们参加这个介绍课程，所以可以从中了解更多它的这个程序的一些特征、功能。So Miss right here, right? 永辉之前也是名司机，开车载人、服务顾客都难不倒他。不过，私照车司机的工作却给他带来意想不到的挑战。头几天的挑战就是说，不知道去哪一些地区会比较有订单，就开始着急了，不知道要往哪里去。遇到一些状况，就是可能乘客上车后，突然间想改地点，这程序应该怎么做？就通过这个课程，他们都有提到，都有指导我们。在成为司机之前，蔡长南开店做生意长达30年。后来科技转型因素，生意难做，9年前决定结束一切。收掉了就在家里，其实想闲空一下，
可是不到1个月，我觉得很辛苦哦。那个时候，朋友就说：“哎，我在开制造车，你要来试试看吗？”我说无所谓啦，就这样的开始。以前当老板跟现在开车，现在是比较没有压力，每天开够给租金，有点自己的开销，就很轻松了。Mr. To， 早安。位于惹兰顾歌，这家慈善中心由蔡长南和妻子共同创立。蔡长南召集了一群私照车司机，每天义务再送午餐饭盒给这一代的老人，即便是大年初一也不例外。我跟我太太来到这边开这中心，就是服务老人。然后在饭盒是在燕之星那边拿的，那么我们就会分派给他们，那些可以走的，他们就下来；有行动不方便的，我们就送上去给他们。谢谢。啊，幸亏有很多朋友 volunteer 把饭送来，有些就是在中心也会帮忙一下，这些都会减轻我们的负担。我叫 Jeff Lee。我认识大概有3年多左右了。我们有一个 driver check route， 他有问过我了，要不要做那个volunteer 帮忙一下。大概1个礼拜1次，大概3、4个钟头左右。哎呀，我相信这个是很有意义的事情了。其实我的一天的工作是包括做义工的时间就是很长的。7点半我就出门，开完车回家的时候，大多数都是在差不多11点半。Hello, good afternoon. You are going to White Sand, huh? Thank you. So you live around here, or this is a friend's place? Friend's place. Going back to Pasir Ris 啦。我其实，在很年轻的时候我就很拼了，我工作都是很长的时间。年轻的时候就想说，出人头地啦。我有跟很多人谈过，问他们要不要做义工，他们会说，等我退休后啦。退休后我问他们，他们说，哎呀，我现在很没有空。其实我们要等到几时呢？这边很幽静，所以我喜欢来这边就是休息。外面很吵。其实人生现在是我进入另外一个季节。我觉得有很多退休人士就是生活的好像没有目标，可是我来讲，每天都很忙碌。即使退休，我跟很多人讲，就是我退休，其实我更加忙。我现在的人生目标就是回归社会，服务老人。上了课之后，还是有跟 Thomas 保持联络，然后遇到什么问题，他还是会跟我们指点。从 Thomas 身上学到怎么在最短的时间可以得到最大的收获。The person who in Orchard Ion, then he say key wrong address, then he change his current location go to Sentosa Cove. 目前为止，我觉得开得开心，然后又不会影响到我想要的自由时间，可能可以继续更长久的做这个私造车。遇到好的顾客的时候，他们知道你在除了开车，还有去服务老人，他们会说哇，你称赞你一下啦。这些都是对我来讲是一种鼓励。
我叫沈顺德，今年67岁，我驾德士已经26年了。我每天大概6点多7点出门，一直走到大概12点多我就去用餐，大概2点左右我就又开始我的走车行程，再到3点多4点左右。我觉得要成为一位优秀的德士师傅，第一，我们人比较诚实、正直，还有我们的态度要有礼貌，还有就是我们要提供好的服务。谢谢你哦 ，Have a good day 哦。路边的现在会比较没有这样多了，因为可能每个都会应用这个手机的方程式1月德士。大概是2、3年前这样，在 COVID 之后就开始有变化，路边大概只占20% 这样了。我不考虑转行，因为我觉得这份工作对我来讲很适合我。经常说我没有想到要，因为我觉得这是比较专业化，而且这是我们的公司的福利比较优厚。19年前的沈顺德，尽管家庭经济负担沉重，仍然坚持义务载送残障人士上下班。星期二特写的好人好事就曾经把他的故事拍摄下来。今天，贺鑫的家人不必陪他出门，放心地把他交给德士司机顺德。那时候我还年轻哦，那时候我没有白头发。载了他几年？载了很多年了，应该有3年4年。顺德曾经载送过贺鑫好多次。了解他的情况，知道应该要怎么做才不会导致贺鑫受伤。如今他仍然积极行善，也组织其他德士朋友一起当义工。他为人很热心啊，很佩服他做志愿工作者的领导。我们这班朋友也是他组织起来的。在一起已经大概10多年吧。除了喝咖啡之外，但有时我们接班去旅行，有时在这里讨论一些加特西的情况，好像比如说今天行情怎样啊，好不好啦？这样有时大家聊一下哦，就是打发时间啊，生活不会枯燥。Morning， 你好，你好。你去吃早餐啊，还是去买菜？去吃点东西啦。吃点东西。说那边的东西蛮好吃的。堂哥有什么好介绍吗？那边有一道鱼丸面很好吃。我驾德士已经26年了，苦啊，就是如果碰到大客刁难哦。有时会感觉到有一点委屈啊，但是我们想，只是1小时短暂的行程，就是一笑置之了。碰到好的大客我们感到心情特别愉快，而且在旅程上哦感觉到非常舒适。我最难忘的一个经验，就是载到一个怀孕的孕妇，她在我车上生产，当时的情况是这样，她正在里面的时候，她老公扶住她了，她一直痛，哇，
一直在哎一直哎呀然后她老公就给她血糖，过了不久啊，突然间停了。转后一看，原来 baby 孵出来了，生出来了。他的德智师傅教多年教了不同宗教、不同信仰、不同语言以及不同国际的乘客，领悟到人生的百态。人活做一天，就是有福气，我们要好好珍惜。我的人生目标就是做一个敬业乐业的德智师傅，直到退休为止。人生现在是我进入另外一个季节，我应该回归社会。我做了7年，我的领悟就是要乐观的去面对一切。